有一个问题，古老的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久。早在我们写下第一条方程式以前，它就已经被刻在寺庙的墙上。而另一边，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它能预测原子的行为，精准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古老问题与这门新科学几乎从未真正交谈，直到现在。因为大约1个世纪前，物理学撞见了一个至今仍未完全跨过的难题。那不是一种新粒子，也不是某种尚未命名的新力量，而是某种更令人不安的东西。真正裂开的是我们对现实这2个字的理解。几百年来，物理学为我们描绘的世界简单稳固，而且令人安心。那是一个不管有没有人观看，都照样存在、照样运转的宇宙。群星在寂静中闪耀，星系在黑暗中碰撞，原子不需要观众，也会自行结合、分离。可物理学家并没有停在这幅安稳的画面前，他们继续往下挖，穿过分子，穿过原子，最后他们闯进了量子世界。就在那里，确定性开始松动，现实也露出一张我们至今仍说不清楚的面孔。在那里，物质庞佛突然屏住了呼吸。在被测量以前，它就是不肯给出唯一答案。它像一团低声流动的可能性，直到某次测量真正发生。就在那一瞬间，宇宙似乎做出了选择。1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一直在争论这意味着什么。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头脑，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都无法就他们的发现达成一致。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量子力学的解释能够得到所有物理学家的认同。有人说，这里根本没有神秘，只有我们尚未习惯的数学。也有人忍不住怀疑，我们会不会在无意之间碰到了现实最深的一层秘密？因为如果现实只有在被测量时才能被确定，那么在过去的138亿年里，是谁或什么一直在测量宇宙呢？在人类睁开第1只眼睛之前，在第1个细胞分裂之前，在第1颗恒星燃烧之前，在那漫长的黑暗里，世界究竟是不是早已真实存在？今晚我们就从实验室出发，沿着方程式留下的线索，一步一步追下去。我们会一路退回宇宙诞生的最初时刻，也会转过身，凝视心灵本身。最后，我们会停在一个奇特的边界前，科学无法证实它，无法否定它，却也很难彻底摆脱它。那个曾在寺庙与教堂里被低声谈论了几千年的念头，如今竟从物理学的后门再次走进房间。但要明白物理学为什么重新问起这个他以为早已埋葬的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实验室里，一个最安静也最令人不安的画面。不是爆炸，并非碰撞事故，它安静温和，乍看之下甚至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第1章，2道细缝撕开现实的第1条裂口。在正式开始之前，先想象你正站在一间安静的近乎不真实的实验室里，灯光很暗，仪器没有轰鸣，没有火花，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炸。桌面上只有一面薄薄的屏障，
两道窄得几乎看不见的细缝，以及后方一块用来接收粒子的荧幕，就是这么简单。然而，人类对现实最深的信心，正是在这套看似不起眼的装置前，一点一点地松动。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并不是仪器偶然失灵，也不是某个天才过度解读数字，它被不同实验室、不同年代、不同材料反复重现。每一次，宇宙都像在用同一句话回答我们：你以为自己熟悉世界，但你熟悉的只是世界浮在表面的模样。现在，让我们从最普通的波开始，取一面墙，墙上有2个平行的细小开口，让波浪朝它前进，熟悉的画面就会出现。波同时穿过2个狭缝，在另一侧扩散开来，并且相互重叠。2个波峰相遇时，它们会彼此叠加，形成更高的波峰。当波峰与波谷相遇时，它们相互抵消，最终消失。最后，墙后的荧幕会留下一个几乎不可能认错的记号，一排排亮纹与暗纹在荧幕上交替展开。物理学家把它称为干涉图样。这不是海浪独有，而是所有波共同的指纹。水波会这样，声波也会这样。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光也会这样做。我们在19世纪初了解到了这一点。当时一位名叫托马斯·杨的医生兼博学家，首次将光线穿过一对狭窄的开口，并观察到远处的墙上出现了那些光带。实验小得像桌上的玩具，影响却足以改写整个光学世界。此后1个多世纪，此事似乎就此结束。答案看来已经很清楚：光是波，物质则由一颗颗微小粒子构成，两者像水纹和石子一样，分得明明白白。这就是19世纪的物理学，平静、有秩序、自信。这是一个由小球与涟漪组成的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服从直观、清楚、旁俯伸手就能摸到的规则，一切都没有预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直到科学家把实验调到一次只让一颗粒子通过，平静才突然被打破。而且要小得多。想象一下，我们不再打出连续光束，而是把光调按到极限，一次只放出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然后再一个，再一个。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光，还可以用电子来做到这一点。电子正是构成你体内每个原子外层结构的粒子，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释放它们，速度非常慢，以至于在任何给定时刻都只有一个电子穿过装置，它身边没有同伴，不会与其他电子碰撞，也没有谁能替它安排落点，它独自旅行。每个电子撞击荧幕后都会留下一个微小的光点，一颗粒子留下一个光点，这完全符合我们对一颗小粒子的想象。但我们随后让实验继续进行，100颗电子，1000颗，100万颗，荧幕上的光点愈积愈多，它们一个个独自抵达，每一个落点看起来都毫无规律，可就在看似凌乱的光点之中，一个熟悉的轮廓慢慢浮了出来，亮暗亮暗，干涉条纹又回来了。面对这种结果，物理学家并没有兴奋地欢呼，
他们先是愣住，接着本能地怀疑，是不是仪器出了问题？也许是桌面的微小震动，也许是探测器的缺陷，也许某种看不见的杂讯，碰巧拼出了条纹。总之，错的一定是设备。粒子就是粒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能够扩散并相互干扰的想法，不仅令人惊讶，而且似乎从根本上违背了常识。可是，设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情况不但没有恢复正常，反而变得更难解释。那道干涉图样，怎么也赶不走。因此，他们进行了数十年的反复实验，一次比一次更加细致，并使用了越来越奇特的材料。电子产生了这种图案，然后光子以一个单独的光包的形式发射出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是整个原子，以及重达数千倍的物体。然后，最令人惊讶的是，大分子，由数百甚至数千个原子组成的复杂团簇，这些结构几乎达到了显微镜所能观察到的边缘。它们各自单独穿过装置，最后仍形成同样清楚、无可否认的干涉条纹。这里值得多停留一会儿。电子很小，所以人们容易把它的怪异归咎于微观世界本来就古怪。但当干涉一路延伸到原子、分子，甚至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巨大分子时，这个安慰开始失效。当然，这不表示一颗棒球或一个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同时走过两扇门。物体愈大，愈难与环境隔离，也愈快失去能够产生干涉的相干性。大型分子实验必须在高度真空、精密控制的环境里进行，任何一点热、碰撞或杂散辐射都可能把那脆弱的量子关系冲散。真正令人震撼的，不是日常物体会像幽灵一样穿墙，而是物理学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刻在自然界里清清楚楚写着量子世界到此为止的尺寸界限。小与大之间似乎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法律，更像是同一套法律，在环境介入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到这一步，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不是电子独有的小把戏，而是物质本身就带着的量子面貌。停一下，真正感受这件事有多不寻常。每个物体都是单独移动的，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物体会干扰它们。然而，它们整体上排列成，好像每一个物体都同时穿过了两个缝隙，并且与自己发生干涉。一颗孤零零的粒子竟走出了扩散波才有的图样，彷佛在穿越的过程中，它不再是一个有确定位置的确定物体，而是变成了一系列可能性，同时探索着每一条路径。所以物理学家才会说，物质也能以波的方式被描述，但它不是水波，也不是空气的震动，而是一种几率波。在电子落地之前，它并非只有一个位置，而是有一系列可能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有其自身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位置都同时存在。描述这团可能性的数学工具叫做波函数，而它迫使物理学放弃一个过去几乎从未怀疑的信念，那就是每件东西在每一刻都应该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在旧时代，如果你掌握的资讯够多，你就能准确预测任何东西会去向哪里。
波函数偏偏打破了这项承诺，它不告诉你下一颗电子会落在哪里，不是暂时不说，而是理论本身就没有给出那个单一答案，它只给出几率。而接下来这一点，值得我们真正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几率简直完美。近1个世纪以来，这套量子数学成了人类最成功的预测工具之一。它在某些物理量上的精准程度，几乎让人怀疑自然是否真的把答案提前写进了数字里。你接触过的每一个电晶体、每一束镭射、每一个设备，都依赖它的精确度。在科学史上，很少有理论经历过如此密集、如此严苛的检验。它一次次算对，可它究竟在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至今仍没有唯一答案。第2章，当宇宙知道你在追问路径。到这里，双缝实验已经够奇怪了，但它还没有真正令人不安。真正改变一切的，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念头。既然电子最后只留下一个落点，那它到底走了哪一道缝？这个问题听起来没有任何哲学味道，它只是侦探最基本的本能：看清路径，找到足迹，还原经过。于是科学家加上探测器，以为只是在黑暗中打开一盏小灯。谁也没有料到，那盏灯照亮的不是答案，而是另一层更深的黑暗。这里要先说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探测路径不是偷偷看一眼那么被动。要知道电子经过哪里，仪器必须与它发生物理互动，哪怕只是让一个光子碰到它，那次接触会把路径资讯留在环境中，也会破坏原本能够互相干涉的量子关系。换句话说，宇宙并不是在意我们知不知道答案，真正重要的是，答案是否已经以物理资讯的形式留在世界里。而正是在这个分别上，神秘叙事与严谨物理开始走向2条不同的道路。现在，打破平静的时刻到来了。现在，我们只问一个最普通的问题：电子究竟穿过哪一道缝？听起来再合理不过。因此，我们在开口处放置了一个探测器，这是一个可以记录电子通过情况的小型仪器，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只在2道入口旁留下能辨认路径的记录。干涉图样消失了，原本明暗交错的条纹不见了，荧幕上只剩2团简单的分布，每一道缝后方各一团。这正是普通小弹丸透过2个孔发射出去后的效果。波动现象消失了。一旦我们获得了电子的运动路径讯息，它就不再是充满可能性的波，而变成了一个具有确定历史的粒子。停止探测路径，干涉条纹便再次出现，重新记录路径，它又消失。庞佛只要路径答案被留在世界里，宇宙就呈现一种面貌；没有留下答案，它又呈现另一种面貌。这就是谜团的核心。也正是在这里，语言变得危险。但请牢记，物理学所说的观察，不是某个人睁大眼睛盯着看，它指的是相互作用、测量，或任何量子系统与更大的物体，例如探测器、游离光子、单一空气分子，发生物理纠缠的过程。电子不在意有没有人注视，它真正回应的是外界的物理接触，以及路径资讯有没有被留下。一台密封在黑暗盒子里的机器，周围没有任何人，
就能像科学家盯着荧幕一样彻底地消除干涉图样。第3章，测量问题，可能性何时变成事实？双缝实验让我们看到路径资讯如何改变干涉图样，但它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量子理论里，波函数会按照薛丁格方程式连续演化，这部分清楚、平滑，而且高度可预测。可当我们真正读取仪器时，眼前出现的却不是一团可能性，而是一个结果。不是电子30%在左边，70%在右边，而是这一次在左边，下一次也许在右边。几率描述的完美，单次结果却无法事先指定。就像你拥有一张精准到惊人的天气图，它能告诉你整个季节会下多少场雨，却拒绝告诉你下一滴雨究竟落在哪一块石头上。这不是计算能力不足，也不是仪器不够精密，至少在标准量子理论里，单次结果本来就只以几率给出。于是问题不再只是电子在哪里，而变成描述所有可能性的数学究竟如何成为我们眼前唯一发生的世界。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照理说，这应该让一切恢复平常。偏偏相反，它留下了一个物理学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有一个名字：测量问题。究竟什么才算测量？究竟何时纷繁复杂的可能性变成确凿的事实？波函数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会平滑且可预测的演变，像波一样传播和流动。在这种平稳的演变过程中，没有任何因素会迫使它选择某种特定的结果。然而，当我们做测量时，得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数学能优美地描述可能性如何展开，也能精准预测各种结果出现的比例。可从许多可能走到一个事实的那一步，它几乎没有交代，也就是众多可能性收束成唯一经验的那一刻。这个差距小到可以用一行方程式来表示，但从未被弥合过。100年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不但没有共识，反而各自散开。尼尔斯·波尔一派倾向认为，我们不该替测量前的粒子强行安排一幅日常图像。在测量之前，电子根本没有确定的位置，询问其下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以修埃弗雷特为首的其他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没有东西会崩溃，每一种可能性都会真正发生。第3派则认为坍缩是一种真实的物理事件，随机发生，对于单一粒子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任何大的物体来说几乎是瞬间发生的。3条道路，3种答案。第一种，也就是常被概括为哥本哈根观点的思路，要求我们只谈可测量的结果，不替测量前的粒子编造一幅过度具体的日常图像。第二种，也就是多世界思路，干脆取消坍缩，波函数永远按照方程式演化，每一种结果都在互不干涉的分支中延续。你之所以只经历一个答案，是因为你也成了其中一个分支的一部分。第3种客观坍缩理论则认为，坍缩确实是自然界的一种真实过程。当系统的质量、复杂度或某些物理条件跨过门槛，叠加会自动瓦解。
不需要任何人观看。他们使用同一批成功的量子预测，却在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上，讲出3个几乎无法相容的故事。这正是量子力学最奇特的地方。我们极其熟悉它的计算，却仍不确定该如何把计算翻译成现实。可一碰到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共识，甚至连这里究竟有没有一件需要额外解释的事，物理学家都无法一致。但请注意，他们都不需要什么。没有一种主流诠释要求人类观察者必须亲自到场。哥本哈根需要的是衡量结果，而不是证人。埃弗雷特根本不需要崩溃，坍缩理论在空旷的黑暗中发挥作用，无论附近是否有人。任何严肃的分析都表明，观看并非机制的一部分。然而，这台机器仍然会做出一些无人能完全解释的事情。然而，在我们的实际经验里，纷繁的可能性最终总会呈现为一个单一而确定的结果。我们看见的，永远像是宇宙做出了一次选择。宇宙中任何地方，每秒钟都会发生数万亿次这样的事。如果被监视真的不是必要的，为什么现实似乎仍然要做出选择？我们最终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现实一直在做出选择，而这一切似乎都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就该停下。可是，我们刚才经过一扇门，还没有把它推开，而门后，正是许多人最想问，也最容易误解的那件事。第4章，意识真的能让宇宙做出选择吗？每当量子力学谈到观察，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误会便会出现。我们会把物理学里的观察想成人类心灵的注视。庞福电子知道有人正盯着他，于是立刻收起波的面貌，假装成一颗守规矩的小球。但现代实验并没有显示粒子会读心，也没有证据表明人的眼睛或主观意识是测量不可缺少的成分。自动仪器即使放在密闭房间里，照样能记录结果，破坏干涉。然而，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仍曾认真考虑过意识，不是因为他们迷信，而是因为量子理论本身没有指定量子系统与测量装置的绝对分界。探测器也是由原子构成，眼睛也是，大脑仍然是。只要一路追问下去，测量链似乎可以无限延长。意识之所以被拉进来，是因为它看起来像链条上唯一不会以我同时看见2种结果出现的环节。这个推理大胆、优美，也极度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它走到尽头，看看它为什么吸引了天才，又为什么最终失去主流物理学的支持。如果做出选择的不是探测器，不是游离光子，不是环境，而是某种意识呢？要明白，严肃的物理学家为什么也曾被这个想法吸引。我们得把推理再往前推一步。当我们把探测器放在狭缝处时，我们就说发生了一次测量。问题是，探测器又不是魔法做成的，它本身由数万亿个原子构成，每个原子都遵循着与它试图捕获的电子相同的规则。所以，按照理论本身的逻辑，探测器不应该导致任何东西坍缩。按照同一套量子规则，它似乎也只会被卷进那团可能性里，让原本的小物团变成更大的物团。
现在，探测器也存在于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未来事件的模糊记忆中，所以我们来看看探测器的读数。但我们的眼睛也是由原子组成的，它也被卷进这条量子关联的链条。讯号沿着视神经也是原子，向上传递到大脑也是原子。如果只照方程式一路算下去，这团迷雾似乎只会愈卷愈大，把仪器、眼睛，甚至大脑都拉进同一条量子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冯诺依曼链的东西，以纪念那位首先用清晰明了的方式阐述它的数学家。1932年，约翰·冯诺依曼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中，把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写得异常清楚。最棘手的是，数学没有在任何地方竖起牌子，告诉你测量到此为止。你可以把分界线、切割线放在量子迷雾和唯一确定的事实之间的任何位置，得到的等式都是一样的。这套理论对我们最想知道的那件事只字未提。那么，模糊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才真正变成我们经验中的世界？冯诺依曼注意到，这条链中刚好有一个环节似乎永远不会达到叠加态，那就是你自身的意识。无论其他方面存在什么不确定因素，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处于两种结果的夹缝之中，你总能找到一个单一的、确定的现实。于是，20世纪少数最敏锐的头脑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如果链条必须在某个地方终止，而最后一个环节是意识，那么或许意识就是它的终点。或许正是意识体感知结果的行为，最终迫使宇宙做出选择。后来，与这个想法联系最紧密的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把它推成了一个著名谜题。想象一下，你的同事被封闭在实验室里，正在做测量。对里面的同事来说，结果在他们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但对于在外面等待的你来说，整个实验室，包括你的同事在内，都是一个巨大的量子系统，仍然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徘徊，直到你打开门问道：两个人对现实何时变成现实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是赋予意识物理学中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具备的力量，一种能够深入方程式并迫使单一结果产生的力量。这个提议大胆得近乎惊人。在这幅图景里，意识不再只是坐在观众席上，它庞复成了替现实落笔的那只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把速度放慢，因为惊奇与严谨正要在这里正面相撞。因为一旦你把意识当作现实的枢纽，你就会遇到一个实验室至今都无法破解的问题。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说不清楚意识究竟是什么。关于大脑，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可以观察，当人们看到红色时，哪些区域会亮起，追踪伴随决策而来的雷暴，甚至可以在人们感觉自己已经做出选择之前，预测某些选择。可是，这些成果主要告诉我们，大脑如何处理讯息、产生反应、控制行为。他们仍没有碰到最深的那一层。为什么这些电化学活动会从内部感觉起来像某种东西？为什么尝到咸味，或看到红色？
不只是黑暗中电路里传输的数据，而是有其独特之处。将此问题命名为一时难题的哲学家，将我们知道如何着手解决的问题，与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着手解决的问题画上了一条界限。我们可以解释大脑的功能，我们目前还无法解释为石魔做这件事会有什么感觉。因此，这个提议要求我们以科学最不了解的事物为基础来建构物理现实。不到1代人的时间，这个构想便慢慢退到主流之外。不是某次实验直接判他出局，而是他本身留下了太多难以回答的缺口。批评之声接踵而至，而且难以回应。第一个麻烦是他很容易滑向一种孤独的可怕的世界。如果只有我的意识会颠覆现实，我又如何知道你的意识也会颠覆现实？这种观点倾向于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心灵真正存在，而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其次，测试起来非常困难。什么样的实验能够区分认知会使波函数坍缩的宇宙，和意识不会使波函数坍缩的宇宙呢？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意识在这些方程式中根本没有出现，一次也没有。你无需写下任何代表心灵的符号，就能计算出所有已被证实的量子预测。应把心灵塞进去，却不改变任何可检验的数字，听起来更像愿望，而不像一条新的物理定律。甚至维格纳本人到了晚年，也逐渐放弃了这种看法。他意识到，这个提议离唯我论的陷阱太近，也缺少可以检验的物理机制。他深受鼓舞，部分原因是新的研究表明，仅凭环境就能在没有任何观察者的情况下消除量子迷雾。因此今天，多数物理学家并不接受人的意识造成波函数坍缩是必要机制，而它之后的命运主要体现在神秘主义而非主流科学。正如一位物理学家尖刻地指出，我们真的要相信宇宙一直悬停着，等待着变成现实，直到某个足够合格的系统，也许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最终到达并观测它吗？然而，该提议提出的更深层的问题却始终萦绕不去，因为科学从未停止尝试捕捉意识的本质。当代意识研究中有2套影响力很大的理论，而它们描绘的图景截然不同。有人认为，意识产生于大脑广泛传播讯息之时，即讯号跨越某个阈值后，透过全球网络传播，并同时被整个系统所利用之时。另一种整合资讯理论，则把重点放在资讯彼此交织的有多紧密，也就是一个系统有多难被拆成互不相干的部分。理论提出者试图用一个称为 phi 的量来描述这种整合程度。更深入的融合，更丰富的经验。一个没有整合的系统，无论多么巧妙，都毫无意义。多年来，这2张照片并肩累积了证据，却从未被迫相互较劲。最近，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们做了一件在科学界罕见的事情，他们事先约定进行决斗。在一项规模庞大的预先注册的合作项目中，数百名志愿者接受了大脑扫描，同时对2种理论最精准的预测进行了相互比较。数据出来之前，结果就已经确定了。2025年公布的结果并未决胜负，
他们同意第一种理论，关于意识内容存在于大脑哪个位置的一些说法，同时削弱了第二种理论，坚持认为大脑前部必须参与其中的观点，结果导致两种理论都受到了伤害，并且没有得到证实。目前我们对意识的两种最佳科学解释仍无法就你作为你的体验究竟发生在你大脑的哪个部位达成一致。不妨停一下，体会这件事有多不可思议。我们能劈开原子，也拍下了黑洞的影像，我们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预测物质的行为，但我们仍然无法自信地说出正在阅读这句话的是什么，或者它住在你体内的哪个位置。现在，让我们把这种不确定性与我们刚才目睹的失败提案进行比较。意识崩溃理论的每个版本都包含一个共同的隐藏假设，这是科学自诞生以来一直秉持的假设。那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宇宙本质上是物质的，而心灵是后来者，是物质变得足够复杂到可以自我折叠时，才出现的一闪而过的光芒。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这种闪烁能否追溯并触及产生它的物理规律？但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几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一直悄悄困扰着哲学界，而崩溃论的失败并没有反驳它，反而让它继续徘徊在阴影之中。如果我们把顺序弄反了呢？如果意识不是宇宙最后产生的事物，而是宇宙首先预设的事物呢？如果物质并非心灵的起源，而是心灵作为物质存在的根基，那会怎么样呢？前面的旅程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却又异常迷人的可能性。那个心灵或许不是宇宙的最终产物，而是宇宙隐藏的基础。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而有一个事实似乎可以彻底打破这个局面：宇宙很古老，几乎老得难以想象。在那段时间里，几乎一直没有人。所以，让我们去做那件能把哲学变成你能在胃里感受到的东西的事。让我们回顾一下，相差几个世纪，相差数百万年，让我们把整个过程倒叙一遍，一直到开头，然后看着它向前发展，并数一数每一步有多少双眼睛睁开了看清它。第5章，在第一双眼睛睁开以前。现在，让我们把实验室的灯暂时关掉，把2道细缝留在身后，把视线拉远，穿过城市，穿过地球，穿过银河，直到整个可观测宇宙都缩成眼前的一段时间线。如果意识真是现实变得确定的必要条件，那么宇宙最早的岁月将面临一个近乎致命的矛盾，因为人类只在最后一瞬间出现，生命本身也只是宇宙漫长历史的晚辈。可在我们之前，恒星已经燃烧了数十亿年，超新星早已锻造出碳、氧与铁，星系已经碰撞、合并、重塑无数次。如果一切都要等待有意识的生命才能成真，那么制造生命的那些恒星又是如何先一步成真的？这也像是一部电影，宣称必须等观众坐下才会开始拍摄，可观众的身体偏偏又是由电影前半段诞生的元素构成，矛盾已经逼到眼前。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最早的光，看看在没有眼睛的年代，宇宙究竟做了什么。最初，
连天空这个概念都不存在。这里没有星星组成天空，宇宙是一片黑暗的广阔空间，里面只有气体，主要是氢和氦。但即使是这些气体，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更早的时候，温度太高，原子根本无法存在，物质被撕裂成由裸露原子核和自由电子组成的发光等离子体，光本身也无法传播，它不断地在带电的雾气中弹来弹去，被困住，甚至无法跨越即使最短的距离。那是一个充满光却看不见任何远方的宇宙，它明亮的惊人，也不透明的彻底。随着宇宙膨胀冷却，大约38万年后，温度终于跨过一个关键门槛，电子速度减慢到足以被原子核捕获，第一批中性原子就此形成。就在那一瞬间，雾气散去了，光第一次不再被带电粒子反复拦截，终于可以穿越宇宙。那古老的光芒至今仍在传播，我们可以探测到它，一种来自天空各个方向的微弱辐射嗡鸣声。这是任何仪器记录到的最古老的东西，那就像一张宇宙的婴儿照，拍下恒星与星系尚未成型以前的模样。接着，宇宙进入一段真正漫长的黑暗，原子漂移、冷却、无定型。天文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宇宙黑暗时代。这个名字名副其实，这里没有星星，没有星系，任何地方都没有发出光，只有氢和氦，在黑暗中不断稀薄扩散数千万年，在自身微弱引力的作用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聚集在一起，直到某一刻，黑暗里终于点起第一把火。在那片黑暗的深处，一团气体变得足够稠密，足够热，足以点燃。第一颗恒星亮起，接着是第二颗，成千上万颗，数百万颗。天文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宇宙黎明。宇宙终于用自己造出的恒星照亮了自己。最早一代恒星巨大、炙热、寿命短得惊人，却在核心里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宇宙炼金术。它们从原始氢中锻造出第一批重元素碳、氧、铁。当它们死亡时，它们会将负极物质散布到太空中，为下一代的形成奠定基础。你体内所有比氦重的原子，都诞生于一颗恒星内部，而这颗恒星的诞生与消亡都早于地球的形成。可故事走到这里，又冒出一个连专家都措手不及的转折。当我们最终建造出一台足够强大的望远镜，来回望最初的10亿年时，我们以为会发现微弱、渺小、笨拙的起源，但望远镜送回来的，竟是一匹庞然大物。当望远镜望向宇宙诞生后最初几亿年的深处，竟看见一批比早期模型预期更明亮也更成熟的星系，它们远得惊人，亮度与推测中的质量也让不少星系形成模型承受压力。科学家必须重新检查早期恒星形成是否比想象中更有效率，尘埃、黑洞或测量方法是否改变了我们对亮度的判断。有些已被确认的遥远星系出现在大爆炸后只有几亿年的年代，照就有直觉看，宇宙几乎还来不及把它们造得如此醒目。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就已经忙着搭建宏伟结构，而早期建造速度之快，迫使我们
重新调整原有模型。宇宙运转不息，星系旋转，恒星诞生与死亡，周而复始，寂静无声。就这样，大约90亿年过去了，在一个普通星系的郊区，一颗并不起眼的黄色恒星亮了起来，它周围旋转着尘埃与碎屑，慢慢聚成一个又一个世界。其中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其中一个就是地球。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而刚诞生的地球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直到大约35亿至40亿年前，生命最初的微光才在古老海洋中出现。那时没有眼睛，没有大脑，只有极其简单的细胞，而任何你能够合理地称之为思想的东西，任何能够感知、能够提出问题的东西，都只出现在整个故事的最后、最薄的一小部分中。如果把整个宇宙的138亿年压缩成一个日历年，尺度会突然变得清楚。1月1日0点，宇宙诞生。最早的恒星要到年初的某个时刻才陆续点亮。银河系在漫长岁月中逐步成型。太阳和地球，直到9月前后才出现在这本宇宙年历上。最早的生命在之后的日子里缓慢萌芽，却几乎把整年都花在单细胞状态。恐龙只在12月最后几天登场，然后退场。现代人类要到12月31日接近午夜才出现，文字文明只占最后几十秒。现代科学更像秒针落下前的一次眨眼。也就是说，宇宙几乎在没有任何人类见证的情况下，完成了绝大部分工程。它造出时空、星系、元素、行星、海洋，甚至为生命准备好了化学原料。我们不是一场刚开幕就坐在前排的观众，我们是在电影接近片尾时才匆匆入场，却开始追问前面的剧情是否曾经真正发生。如果将整个宇宙历史压缩到1年之内，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观察者，只会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出现。现在，把这条时间线放在眼前，再把刚才的2个谜团叠上去，只有经过测量，现实才能变得确定。如果像某些人试图相信的那样，测量需要有意识的头脑，那么在138亿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双眼睛睁开，也没有一个心灵提出问题，可恒星照样燃烧，元素照样在星体内锻造，星系照样旋转，构成你大脑的那些原子，早在数十亿年前就已经在恒星熔炉里诞生。那时别说人类，连第一颗大脑都还不存在。建构观察者的过程怎么可能等待观察者将其变成现实？这个想法庞复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最后把自己的前体也吞了下去。很难想象，整个宇宙会在一团也许之中悬浮数十亿年，直到某个温暖、潮湿的生命第一次睁眼抬头，过去才突然全部变成事实。那就不像一个自行演化的宇宙，更像一座早已搭好的舞台，所有布景都屏息等着观众入场。物理学没有显示现实需要如此被动地等待观众，那么物理学要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出口不止一个，我们不妨把它们一条条摆出来，因为每一条都通向完全不同的宇宙。第一条路最简单，答案是
根本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旁观者。整个悖论在于将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偷偷带入一个原本不需要他的地方。如果去掉这个假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宇宙不见任何人一场见证。第二条路更微妙，宇宙从一开始就在用相互作用不断测量自己。粒子间的每一次碰撞，尘埃颗粒吸收的每一个光子，物质之间的每一次相互作用，在物理学家冷冰冰的意义上，这些都可以起到测量的作用。早期宇宙完全由各种相互作用构成，这些相互作用无止境地发生在宇宙的各个角落，密度之高难以想象。在这种观点看来，现实从来不需要旁观者，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测量所淹没。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大脑，世界照样一刻接一刻地留下物理记录。第三条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现实真的仍然悬而未决，是一张巨大而完整的可能性之网，只有身处其中的生物才能从内部感受到清晰而单一的面貌。那会怎么样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定性并不是宇宙所具有的属性，而是观察宇宙的视角。第四条路更古老，也更奇特，它把我们带回一个以为早已放下的念头。如果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身的见证者，一个包含万物、没有外在世界的封闭系统，因此也是自身唯一的观察者，永远地注视着自身的展开，那会怎么样呢？还有一种最古老的答案，早在这些字词具有科学意义之前，就有人低声说，那就是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观察者，他不需要眼睛，不需要大脑，不需要出生，也不需要结束。这种意识不必等待第一颗恒星亮起，当那束最初的星光出现时，它早已在场。至于最后这个答案，我们先不急着判断，它值得单独审视。不过，宇宙时间线既没有证明这个答案，也没有真正排除它，它只是把问题磨得更加清楚。我们来到5条道路短暂交汇的地方，而下一段旅程也将从这里开始。宇宙已经存在了138亿年，它燃烧、旋转、建造，似乎从不等待我们。可问题仍在，一个完全不被任何意识知晓的存在，是否仍具有我们所说的存在？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像是物理学问题，但实际上比任何方程式都古老得多的问题：存在能否在不被认知的情况下存在？第6章4秒，哲学与那位从不眨眼的见证者。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宇宙如何从高温等离子体一路演化出星系、行星与生命，却未必能回答为什么有一个宇宙存在这类问题。在人类建立实验室以前，我们已经在洞穴、寺庙、书院与教堂里反复追问它。不同文明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但他们常常共享一个惊人的直觉：在万物流变的背后，或许存在某种不随万物消逝的觉知。接下来的内容必须画上一条清楚的界限。我们即将谈到的百克莱、费坦多、亚伯拉罕宗教与过程哲学，不是量子实验的结论，也不是物理学偷偷证明了神学，它们是人类面对同一类终极问题时提出的哲学回答。相似、
并不等于相互证明。但这些思想之所以值得聆听，是因为它们让我们看到，当方程式停在门口，人类曾如何用另一套语言走进黑暗。有趣的是，在科学出现以前，人类早已替这个问题准备了许多答案。这是思想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同文明隔着海洋、语言与漫长年代，彼此从未交换文字或地图。可当他们追问最深的问题时，却常常碰到相似的直觉。他们的信仰并不相同，神奇也不相同，他们的故事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大不相同。但在这些差异之下，却蕴藏着同样的可能性。现实永远不会真正孤立，在每一个变化、短暂、易逝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一种不变的意识。世界过去是，现在也是，一直被某种东西注视着。在我们到来之前，它就已注视着我们；在我们离开之后，它仍将继续注视着我们。他们反复想到这个主意，但每次都是通过从未相交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其中几条道路慢慢前进，但在我们踏出第一步之前，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我们要去的地方，因为诚实才是关键。以下所有内容均无法透过方程式预测，以下任何内容均无法测量、测试或证实。我们正在离开科学，进入哲学和神学。人文学科是更古老，在某些方面也更勇敢的尝试，旨在回答物理学偶然闯入的那个问题。请把这条界限牢牢记住。接下来不是实验宣布的新发现，而是人类曾经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先从西方开始，故事里有一位主教，还有庭院里的一棵树。18世纪，哲学家乔治·贝克莱提出了一个乍听之下像儿童谜语，但实际上几乎无法反驳的观点。他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起初这听起来很荒谬，直到你意识到你所了解的关于宇宙的一切，都是透过感知而获得的。你所信任的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声音、每一块坚实的表面，都源自于你脑海中的一次体验。百克莱坚持认为，事物的本质并非隐藏在经验背后的某种物质，现实就是体验。这就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又令人恼火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都曾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无人注视时，空荡荡的庭院里的那棵树会消失吗？百克莱的回答大胆无畏，它是这部纪录片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直接源头。不，这棵树不会消失，因为它永远不会真正被忽视，因为永远有一位观察者在场，无限的心灵，感知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一切事物，并透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感知，使整个世界稳定地存在着。现实之所以不会在我们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就消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是让它留在这里的人。即使将宇宙中所有的人类眼睛都移除，也不会失去一片叶子，因为观察从未停止。现在，把视线转向东方，先别急着谈教义，从一件你此刻就能做的事开始。想象一下，看着自己的想法，一段记忆浮现，然后消散；一种情绪升起，然后消退；一种感觉出现，增强，然后消失。念头像河水一样不停流动，
几乎没有任何内容能真正停住。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有些东西依然存在，有些东西能感知到每一种变化，而自身却没有改变。它先于思想而存在，也基于思想而存在，沉默、持续、不动摇。数千年来，印度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一个问题：那个始终知道变化正在发生的见证者究竟是谁？他们给他取名为萨克西 （Sakshi）， 意为见证的自我。他们对此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他们说，你真正的本质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快速运转的思维，也不是你通常认为自己是的那种不断变化的思想和情感，你就是那无声的觉知，万物皆在其中显现。在这个比喻里，见证者就像荧幕，你的一生就像一部投射在银幕上的电影。荧幕从未被火烧过，也从未被水浸泡过，它只会旁观。在这种传统中，这种见证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的。从最深层来看，终极实在犯 Brahman 本身就是意识。意识并非大脑产生的某种东西，而是作为万物根本基础的觉知，唯一真实的本质。一切表象事物都只是其短暂的显现。你内在的见证者和宇宙之下的见证者，最终是同一个见证者，一种意识，永不入眠，从不眨眼，也从不离席。转向伟大的亚伯拉罕诸教，你会发现同样的直觉，只不过是用人格化的上帝的语言来表达，但却更加精辟、全知全能。在这些传统中，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至关重要的是，他持续不断地了解这一切，任何地方的任何事都逃不过观察。没有一只麻雀会不被看见就掉到地上。这不仅是对知识的质疑，在古典神学中，它是一种关于存在本身的主张。创世并非发生在遥远过去的单一事件，也不是拨动一次开关然后任其运作。它的存在和每一刻都离不开创造者的持续关注。神学家们说，即使片刻不去注意这些，一切都会停止。宇宙并非仅仅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在它需要被维持，持续已知，持续坚持。还有一种更微妙的版本，泛神论，并非宣称上帝是宇宙，而是宣称宇宙存在于上帝之中，就像思想存在于心灵之中一样，被心灵所包含，被心灵所认知，但并不与心灵相同。这与我们之前遇到的颠倒情况相同。当时我们想知道物质是否会在意识中出现，而不是反过来。这里，这种反转被赋予了一个面。现代哲学也没有放弃这个问题。20世纪，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围绕着这样一个理念，建构了一整套形而上学过程哲学。现实根本不是由惰性物质构成的，而是由事件、经验瞬间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在这一幅图中，上帝不是站在机器外的远端工程师，上帝与万物息息相关，他关注着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从内部体验整个宇宙的展开，把握着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因此，发生的一切都不会真正消失。现在退后一步，把这几条道路放在同一张图上。贝克莱的维持感知者
费谈多见证者，亚伯拉罕的全知上帝，泛神论的包罗万象的上帝，怀特海的宇宙体验，他们由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人建造。若真的彼此相遇，或许还会觉得对方的思想建筑陌生的难以进入，可站得够远，你会发现他们一次次勾勒出相似的轮廓，一种不依赖出生，不占据任何单一位置，永无止境且不间断地注视着的意识。正是透过这种意识，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世界。不过房间里还有另一个声音一直在等，而他提出的反对不能轻轻带过。当然，许多思想家否定了所有这些观点，他们的反对意见十分尖锐。不同文化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能让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思维，而不是宇宙本身。人类天生就会说故事，也天生习惯把经验放在某个主角周围。我们首先是所有体验都以意识为中心的生物，我们从未从观察自我之外的任何角度了解存在。所以当我们面对黑暗和未知时，我们做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我们想象那里有人，不是因为那里有人，而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其他人在那里。就像孩子独自在黑暗房间里，会把每一道影子想成某个正在注视自己的身影。或许宇宙中唯一的物种也会这样做。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传统都寻求宇宙见证者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宇宙见证者存在，而是证明了寻求宇宙见证者的思维方式。相似的答案并不一定指向共同的真理，它们可能只是揭示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一种信仰很古老、很安慰人，甚至几乎到处可见，都不能因此证明它是真的。这种反对意见确实有其道理，诚实要求我们认真看待它，而不是匆匆掠过。所以那条边界必须再次划清楚，而且不能含糊。量子力学没有说因此上帝存在，方程式里也没有代表神的符号。你可以终其一生从事物理学研究，以惊人的精确度预测每一个结果，却从未诉诸神明。无数物理学家正是这样做的。这些传统提出的不是一套与量子理论竞争，可以拿进实验室比较数字的物理模型，它无法被检验，因为没有任何实验能够区分永恒的观察者所维持的宇宙和仅仅维持自身的宇宙。这并不能解释世界的运作规律，物理学本身就能解释这一切。这是对下面陌生人问题的一个建议答案：为什么这里存在着一个需要描述的确定世界呢？任何认为这些方程式证明上帝存在的人都是误解了他们。任何声称自己能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人，都是在要求数学承担它原本无法承受的重量。然而，在20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科学，却完全是偶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实是否需要观察者？但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们已经围绕着这个问题讨论了3000年。这种趋同可能是巧合，可能只是揭示了人类思维的重复模式，也可能指向物理学和哲学都尚未完全理解的事物。但要完全忽视这场跨越几千年的相遇，也确实不容易。原因不在于不同传统使用了相同词语，而在于他们都碰到一种相似的结构：变化中的世界。
以及某种使变化得以被知晓的条件。神学把这个条件人格化，称为全知的上帝。某些印度哲学把它向内追溯，称为见证的自我。唯心论则把经验放在物质之前，他们的形而上学并不相同，不能被揉成一个模糊的。古人早已知道量子力学，那种说法既不尊重科学，也不尊重这些传统本身。比较诚实的态度是承认，物理学与古老思想偶然使用了相似的疑问句，却未必再给出同一种答案。物理学问的是测量如何改变可观察的统计结果，哲学问的是没有经验者的存在是否仍有意义，神学问的则可能是为什么存在本身没有坠入虚无。三者有交汇，也有不能越过的边界。真正值得保留的不是一个仓促的结论，而是他们共同逼出的谦逊。我们对存在与知道的关系了解的远比自己以为的少。我们探索过的每一个传统都起源于不同的地方，但不知何故，他们最终都达到了同一个境界，一种从未开始、从未沉睡、从未移开视线的意识。物理学从未需要过这样的观察者，而哲学从未停止对它的想象。这两条路究竟只是交叉，还是一直指向同一个谜团，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世界真的需要某种终极见证，那么一个从未出生也从不眨眼的观察者是否可能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圈着观察者这个词，并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或什么可能在观察？现在我们反过来问，暂时忘记谁在观察，而是问究竟在观察什么？宇宙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而真正的答案会改变一切。第7章，如果宇宙的底层不是物质，而是资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追问谁在观察。现在，把问题反过来，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观察？桌子、身体、星球，看起来都由物质构成，但物理学一路向下拆解，先看到分子，再看到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与量子场，那种像小石子一样坚硬，永远带着固定性质的终极物质，始终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状态、关系、对称性、振幅，以及可被提问和区分的可能结果。于是，一个激进的想法浮现了：资讯也许不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工具，世界本身或许就是由可区分的关系编织而成。但请注意，物理资讯不一定具有语言中的意义。硬币朝上或朝下，可以承载一个比特，即使没有人阅读它。两个粒子之间的关联，也可以客观存在，不需要任何心灵理解。因此，从宇宙可以用资讯描述跳到宇宙必须有一位读者，中间仍隔着一道巨大的哲学鸿沟。我们可以靠近它，却不能假装已经跨过。随便问一个人世界有什么组成，多半会得到同一个答案：物质。一颗颗微小而坚硬的东西拼成更大的东西，这再自然不过。你用指节敲一下桌面，它立刻用坚硬的触感回答你：我就在这里。在科学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是基石。现实是由物质构成的，
其他一切都是我们围绕着物质的故事。可如果我们一路往下拆，穿过桌子、分子、原子，直到物理学能描述的最深处，那种坚硬的小东西反而悄悄不见了。底层等着我们的，不是一颗更小的鹅卵石，而是量子状态、波函数，以及旅程一开始便遇到的那团可能性。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波函数不是一颗更小、更坚硬的物质颗粒，你无法触摸它，无法称量它，也无法指出它在哪里。它更像一本精密账簿，记录哪些结果可能发生，以及各自有多大几率。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讲，它就是讯息。当物理学家愈来愈认真地用资讯重写这幅图景，一扇新门也跟着打开。如果对任何事物最基本的描述是资讯、几率、可能答案的描述，那么资讯或许不只是我们从外部描述现实的方式，或许资讯就是现实。围绕着这个概念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领域，即量子资讯理论。它不再追问粒子是由什么构成的，而是开始追问它们能够知道什么、储存什么和传递什么。不起眼的比特，即是或否，零或一，最小的差异单位，如今迎来了它更奇特的量子表亲——量子比特。它可以同时保持是与否的状态。当物理学家用讯息的语言重写量子世界时，他们发现了一些近乎怪异的事情。大自然用铁律守护着它的讯息，量子资讯无法被完美复制，也无法从存在中真正抹去。即使把它推入我们所知的最具破坏性的物体——黑洞，物理学家现在也认为它无法被摧毁。宇宙庞佛对自己的记录异常执着，资讯可以被搅乱、被隐藏，却未必能真正从存在中抹去。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这一切将走向何方的物理学家是约翰·惠勒，他也是黑洞的命名者。晚年，他将整个愿景提炼成3个字，这3个词至今仍在物理学界引起共鸣 ：IT from bit。惠勒并没有宣称自己已经解开谜团，他只是注意到，每次我们试图追问现实的底层，最后似乎都会绕回资讯。他的意思很激进。惠勒所说的 "it from bit" 大意是，每一个物体、粒子、场与力，最深处都可能与资讯有关，与自然对一连串是或否问题给出的回答有关。惠勒认为，现实根本不会以物质的形式结束。归根究底，它体现在讯息的本质中，体现在大自然被问及时所给出的答案。一层层剥去表面的物质图像，底下留下的或许不是更小的东西，而是模式、关系，以及一张庞大而自洽的答案网。后来，黑洞物理为这个构想提供了更具体也更令人意外的线索。线索首先来自黑洞。当物理学家计算黑洞可以包含多少资讯时，他们预期答案会与其体积成正比。照常实看，盒子愈大，能塞进去的东西当然愈多。这就是日常生活中一切事物的运作方式。但数学计算结果并非如此。在任何空间区域内所能容纳的最大资讯量，实际上取决于它的表面积，而不是它的体积，取决于它周围的边界大小。
而不是它内部的空间大小。庞复一个空间能容纳多少终极资讯，关键不在内部体积，而在包住它的那层边界。这个奇特的现象发展成为现代物理学中最大胆的思想之一——全像原理。它暗示，在某些理论中，我们熟悉的三维深度可能由更低维边界上的资讯完整描述。空间体积内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完全编码为围绕该空间的低维边界上的资讯。全像图是一张平面薄片，在正确照明的情况下，可以投射出完整的三维影像。全像原理暗示，在某些理论情境中，一个具有重力的高维空间可以由边界上较低维没有重力的理论完整描述。看似充满深度的内部物理可能与边界上的资讯一一对应，但全像这个词非常容易把我们带偏。它不是说眼前世界只是廉价投影，也不是说宇宙外面一定有一台电脑播放我们。它首先是一种严格的数学对偶，两套看似不同的理论可能描述同一份物理内容。目前最清楚的例子出现在具有特殊边界条件的理论时空中，并不是已经直接证明我们所处的宇宙就是一张巨大荧幕。即便如此，它带来的思想冲击仍然巨大，因为如果空间内部的全部资讯能由边界完整编码，那么我们习以为常的里面、外面、深度与体积就可能不是最底层的概念。空间也许像温度一样，是更深层自由度集体作用后浮现出的现象。而一旦空间不是舞台，而是结果，我们就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关系支出了这座舞台？但先别把这幅图抓得太死。全像原理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理论框架，但并非对我们宇宙的实验正式的描述。而这条路还会继续延伸，进入一片仍在开发也仍充满争论的领域。如果其中一些构想最终站得住脚，影响将极为深远。近期的大量研究表明，时空本身距离几何形状，也就是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结构，可能根本不是基本的，它可能是量子纠缠的产物。空间和时间是从微小讯息比特的纠缠中涌现出来的，加强两个区域之间的纠缠关联，使它们彼此靠近。松开它，它们就会分开。如果完全切断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空间就完全消失了。解开纠缠，时空就会像布料失去线头一样散开。先别急着下结论，不要过度在意，因为它尚未被证实。这仍是一片正在探索的疆域，不是宇宙已经签字确认的判决书。但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空间和时间就不是宇宙上演的舞台，空间与时间本身就是表演的一部分。空间与时间或许是更深层资讯按照特定方式交织后呈现出来的宏观模样。温度和压力是由无数看不见的原子盲目碰撞产生的。舞台底下未必还有另一座更基本的舞台，只有与自身相关的资讯，值得停下来好好体会一下。这种转变是多么的非凡！2000年来，哲学家一直在争论，现实是由土、水、火、原子、场还是能量构成的。不论答案是元素、原子、场还是能量，
人们总在寻找某种能拖住世界的终极成分，很少有人想到，最深的答案也许不是某种东西，而是一种关系，一套模式。也正是在这里，令人惊叹的物理途径再次碰上一个他无法独自回答的问题。因为资讯很奇特，如果它真的能被叫做一种东西，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其他任何地方，资讯都需要一个存放的地方。文字要落在纸上，音乐要化成声波或档案，记忆也需要大脑承载。资讯似乎总是需要一种媒介，一种载体，一个能够承载这种模式的地方。如果宇宙底层真是资讯，那么它究竟写在哪里？那么，宇宙这本书的旨又是什么？如果城市码就是全部，又是什么承载着城市码？很多物理学家会在这里踩下刹车。对他们来说，讯息不需要读者，就像重力不需要观众一样。在现代物理学中，资讯通常被视为世界本身的客观属性。自旋可以编码讯息，无论是否有人测量；黑洞可以保存讯息，无论是否有人发现其保存机制。在这种观点看来，资讯并不等同于知识，它是结构、关系和关联。宇宙的一部分如何与另一部分相关，本身就是可以测量的客观事实。宇宙的存在并不需要被理解，它只需永远平静、冷漠地遵守自己的法则。从这个角度看，追问谁在读取资讯，就像追问谁在拖住数字7。没有人这样做，它也许就只是世界本身的结构。然而，这个答案却留下了另一个未解之谜。从这里开始，科学和哲学开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个字。在物理学中，资讯通常指的是可测量的物理状态和相关性。某种东西存在于外界，无论是否有人在场。在日常语言中，讯息通常意味着对某人有意义，是一种讯息，一种能够传递到某个地方并产生影响的信号。这两个概念最终是否是同一回事，还是仅仅因为巧合而同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从来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物理学从来不需要第二个意义来使其预测成立。但即使方程式可以忽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回头看，每一次科学革命似乎都会拿走一层我们原本深信不疑的确定性。我们失去了地球是世界中心的观念，我们失去了物质是固体的观念，我们失去了空间和时间是绝对不变的观念。每一次，我们以为摸到了最后的地基，却发现那仍只是更深结构浮上来的表面。而现在，我们可能正在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几乎无人质疑的、最后的、不为人知的假设：资讯的存在完全独立于意义这一观点。图案本身和解读图案是两回事。如果这个假设也不成立，如果意识被证明是融入现实的底层，而不是添加到顶层，那么整个图景就会颠倒过来。宇宙并非在经历了138亿年的盲目运作后偶然获得了意识，意识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万物的基础之中，不是从外面塞进来的魔法，而是现实最底层的要素之一。这种可能性仍然只是推测，未经证实，甚至可能无法证实。
然而，站在这里，很难不注意到这条路把我们带到了哪里。也许，一时并不是最后才亮起的屋顶灯，也许它从一开始就埋在地基里，比空间本身更根本，比时间更根本。或许，这种模式从未等待过人们去解读。或许阅读和模式根本不是两回事。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碰触了几种近乎奇迹的想法，能够塑造现实的思想家，一位从不眨眼的证人，一个由资讯构成的宇宙，似乎倾向于一位知晓一切的存在。而每向前一步，谜团都比上一层更深。所以现在，为了公平起见，而公平正是科学的灵魂，我们必须把发言权交给那些认为科学探索之旅的每一步都走错了方向的人。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坦诚相待，而且坦白说，证据的筹码大多放在他们这一边。第8章，冷水时刻，退香杆拆掉了多少神秘。一路走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量子力学似乎正在把意识重新放回宇宙中心。然而，科学最重要的习惯，不是保护迷人的故事，而是主动寻找能摧毁它的证据。现在，最有力的反方证人要出场了。他没有神秘的名字，也不需要心灵力量，它只是粒子与环境之间无可避免的纠缠。退相干，你可以把量子相干想象成一支配合的完美无瑕的乐团，每个音符之间保持着精确的相位关系，因此能互相加强、互相抵消，形成干涉图样。可一旦环境中的无数粒子闯进来，带走一点点路径资讯，这种精密配合就迅速散失。乐器没有消失，可能性也未必从数学里被删除，只是他们再也无法共同演奏出可见的干涉。对微小而隔离良好的系统，这个过程可以被延缓。对一粒尘埃、一只猫或一个人，它快得令人无法想象。而这正是我们日常世界之所以稳固的关键。接下来是浪漫想象迎面撞上冷水的时刻，而冷水实验则展现了物理学史上最精妙的成果之一。怀疑论者的论点首先要追溯到这一切的起源。观察，整个谜团都建立在这样一种直觉之上：在做测量的那一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近乎神奇的事情。宇宙在被观察时，其运作方式似乎有所不同。但如果它根本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呢？如果测量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理过程，我们现在可以完整、毫不神秘地对其进行描述呢？这个过程有一个名称，它被称为退相干。它拆掉了这场悖论的大半地基。想法是这样的：思想实验里，我们总爱把一颗粒子想成独自飘在真空中，安静守着那团脆弱的量子可能性。可在真实宇宙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孤单。粒子不断受到以下因素的轰击：杂散光子、空气分子、附近所有温暖物体所辐射出的微弱热辐射，以及宇宙背景辐射本身。而只要它与其中任何一个发生轻微接触，就会发生决定性的事情。它与它们纠缠在一起，它脆弱的波浪特性不再只属于它自己，它向外扩散，蔓延到周遭世界无数无法控制的自由领域。
一旦这些资讯泄露到环境中，一旦世界实际上注意到粒子的位置、干涉图案及量子可能性的无可置疑的指纹，就会消失。不是人的意识伸手抹掉了它，而是资讯迅速泄露进环境，盲目、自动，而且快得惊人。而相关计算一出现，物理学家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物体越大，这种现象发生得越快，而且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灾难性的速度。漂浮在普通空气中的一粒尘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其量子相干性。这种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人的思维都无法想象。测量仪器、猫、人，对于这类物体而言，退相干实际上是瞬间发生的，在任何有意识的生物能够注意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就是你从未同时在两个地方献过咖啡杯，也从未捕捉到猫在生死边缘徘徊的真正原因，并非因为有人在监视，这是因为大型物体即使在最短暂的瞬间，也无法避免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世界每秒钟都在进行数万亿次的自我测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观察者、任何眼睛或任何意识。现在看看，这一点拿走了多少神秘色彩。我们原以为需要特殊、有特权的观察者才能进行的测量，结果却发现是宇宙中最常见的事件，一个盲目、自动、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先前旅程中提出的那个诱人的想法，即需要心灵才能确定现实，不仅仅是哲学上的脆弱。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必要。现在对于量子迷雾如何分解成我们所处的固体世界，已经有一个纯粹的物理解释，而这个解释中没有灵魂，没有上帝，也没有意识。真正需要的只是光子、空气分子以及无数普通的物理互动，没有别的。但是在这里，也正是许多叙事最容易草草收尾，但科学的诚实要求我们继续追问的地方。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退相干虽然威力强大，但实际上并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最了解这一点的物理学家们也先指出这一点。退相干理论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永远看不到叠加态，为什么世界总是看起来经典而确定，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每次实验中都会得到这个特定的结果，而不是另一个结果。再想一次那只盒子里的猫，退相干将生与死的幽灵般的混合体，清楚地分离成两个截然不同、互不干扰的可能性。每个可能性都是完全形成的，但它本身永远不会告诉你打开盒子后会发现哪一个。最后一步，即从一系列分离的可能性跃升到你实际体验到的唯一现实。专家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结果问题。退相干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可能性很快失去彼此干涉的能力，也能解释为什么桌子、行星与人看起来总有明确位置。他把量子世界如何呈现经典外观说明得极其成功，但成功到这里，仍差最后一步。如果数学中留下多个互不干涉的分支，为什么你的经验只沿着其中一条展开？如果真的发生客观坍缩，是哪一条物理定律选中了这次结果？如果哥本哈根式的只谈观测结果，
那么，测量装置与普通物体的界限应该画在哪里？不同诠释会用不同方式回答，有些甚至认为魏石模是这个结果，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额外机制的问题。因此，说测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过于乐观；说物理学对此一无所知，也同样不公平。我们已经理解了从量子相干到经典外观的大部分道路，却仍在争论最后那扇门究竟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如果存在，是谁或什么在门后关上了其他可能性。而这个问题至今仍未真正解决。当对量子物理学家做测量问题是否已解决的调查时，结果完全没有共识。专家们对所有可能的答案都进行了探讨。所以，退相干把我们送到出口附近，但它本身还不是出口。有一种解释以最大胆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差距，因为坚持认为不存在差距，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被选中。如果退相干将世界分成两个清晰分离的分支，一个是活生生的猫的分支，一个是死猫的分支，那么魏石模假设宇宙会伸手进去删除其中一个分支呢？或许两者都只是持续存在而已。这种现实包含着两种结果，并存，永远如此。而你所谓的你，只是沿着其中一条分支前进，对其他分支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遇到的多元世界观的衍生概念。请注意它在这里的巨大优势，它不需要崩溃，不需要选定的时刻，因此也不需要观察者就能引起任何事情。去掉那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观察环境如何做测量，让退相干消散迷雾，让数学完美的运行，巨大的悖论就会悄然消失。机器里不需要藏着幽灵，只有机器，庞大、冷漠、无止境地记录自己，无论有没有人关心。这套说法非常有力，而且它很可能接近正确答案。任何对这个故事的诚实叙述都必须承认，举证责任完全在于惊奇本身，而怀疑论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则而且要小得多。然而，在我们继续之前，请注意，即使是这样辉煌的叙述，也在房间的角落悄悄留下了一些东西。退相干现象解释了魏石模世界看起来是确定的，许多世界告诉我们不必纠结于哪个结果才是真实的，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告诉我们，魏石模会有这种确定的体验。你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只猫。魏石模你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特定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分散在无数分支上的抽象记账系统。最难的那题没有得到解答，就在我们以为已经把谜团网住时，最难的那条鱼悄悄从网底滑了出去，而这引发了一种怀疑，一种奇怪的、令人泄气的，却又令人解脱的怀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原因并非是答案太难取得呢？如果原因在于问题本身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呢？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得到一个现实永远无法提供的答案？第9章，我们寻找的观察者也许不是一件东西。当一个问题困扰人类整整1个世纪，通常有2种可能。第一，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
第二，问题的问法本身就藏着错误。我们一直把观察者想成某种可以放进宇宙清单里的东西，一颗大脑，一台仪器，一个灵魂，或者一位站在时空之外的神。可是，只要观察者本身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便可以继续追问：谁使它成为确定的存在？这会形成无限倒退。但观察也可能不是某个物体施加出去的神秘力量，而是一种关系。一端是世界呈现出的差异，另一端是系统能够保存、整合并回应这些差异的能力。在最简单的物理层次，环境可以留下记录；在生命层次，神经系统可以利用记录；到了人类意识，记录甚至能够回头问自己：正在经验这一切的究竟是谁？物理测量、生命感知与自我意识，也许不是同一件事，但它们像一条逐渐加深的河流，把我们带到同一个悬崖边。或许，观察者本身并不是谜团所在，或许我们一直以来都问错问题了。先别把这当成失败。有时候，发现问题问错了，本身就是一扇新门。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观察者，就好像它是一个物体，一个隐藏在现实某个地方的物体，等待被发现。也许是一个心灵，一台机器，或是一位站在宇宙之外的神。但我们找到的每一个候选人，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在我们检查的瞬间就被否定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一直忽略的线索。或许观察者根本不是现实中的一个客体，或许观察本身就是一种更奇特的现象，它是现实存在的前提条件。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你就会直接落入哲学最古老的陷阱。假设现实确实需要观察者才能被确定，美好的，但观察者本身也是存在的。那么，是什么使得观察者具有确定性呢？还有另一位观察员在旁边观看吗？是什么让它成为现实？再来一位吗？这样追问下去，就会引发一场停不下来的雪崩。层层叠叠的观察者，如同一个无限延伸的静听。哲学家把这称为无限倒退。对于任何试图透过指出另一个已存在的事物来解释存在的理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每个答案都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一步，然后再重新提出来。这种倒退只有一条路可以结束，不是由某个最终的观察者被另一个观察者观察，而是由某种事物观察自身。某种事物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可就在这里，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浮了出来。至少在我们确实知道的范围里，有一种现象能把自身也变成观察对象，就是此刻的你。意识是唯一能够反观自身，能够意识到自身意识，能够将自身作为自身对象，而不需要任何外在事物的现象。自我意识就像一面转过来照向自己的镜子，观察不再只朝外，也回头看见了自身。无论观察链指于何处，它都只能止于此处，某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事物。这就引出了一个在其他世纪听起来都很荒谬的问题，但如今却不再荒谬了。你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在古代恒星内部锻造而成，散落在宇宙各处，聚集形成一个世界，并在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中组装成一个能够仰望那些恒星曾经照亮的天空并理解它的生物。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也知道这一点。这意味着宇宙透过你意识到了自身。当你观察遥远的星系并理解它是什么时，那并不是一个从外部观察宇宙的头脑。从诗意的角度说，那像是宇宙短暂睁开了眼睛。138亿年来，物质在黑暗中不断排列重组，然后在你身上，在每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身上，它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所以或许我们一直以来都把事情看反了，或许我们并非偶然出现在宇宙中的观察者，也许我们就是宇宙局部看见自己的方式，短暂、脆弱，却真实存在。也许不是一群完全站在宇宙之外的观察者凝视世界，而是宇宙的一部分，短暂凝聚成数十亿个有温度会消失的视角。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观察者就从未从方程式中消失过，它从来都不是外部添加的幽灵，一直以来都是事物的内在在向外看。如果暂时允许这个想法存在，那么旅程开头那个古老观点就不再指向迷信，而更像一个可以被哲学认真讨论的假设。因为如果意识融入现实的基础，如果宇宙是那种可以觉醒的东西，那么同一意识的永恒无限的版本，不依赖任何单一大脑或任何单一时刻，就不再是范畴错误了。它只是把同一个问题一路推到最极端的地方。如果真有这样一位观察者，置身时空之外会是什么意思？那不是躲在宇宙很远的角落，而是远近、先后与时间本身都不再适用。如果存在本身的本质是被认识的行为，那又意味着什么？第10章3种宇宙，同一个未解之谜。走到这里，我们必须抵抗最后一种诱惑，为这场旅程安排一个过于整齐的答案。量子力学没有证明意识创造现实，退相干也没有单独解决所有诠释问题。宇宙学显示，世界在生命出现前已演化了漫长岁月。哲学则提醒我们，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经验之中。这些句子可以同时成立，它们没有共同指向一个已被证实的结论，而是把我们带到3条仍然开放的道路。第一条路认为，物质与物理关系就是全部，意识是复杂大脑涌现出的短暂火光。第二条路认为，意识不是物质的产品，而是经验世界得以呈现的根本条件。第3条路则提出一位永恒的见证者，他不参与方程式中的推动与碰撞，却回答为什么会有一个可被方程式描述的世界。科学目前无法在这3条路之间替我们裁决，所以真正诚实的结尾不是宣布胜利，而是承认边界。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到了最后，我们仍要保持坦白。目前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证明这幅图景是真的，但回头看看，我们已经离最初的起点多远。别忘了，我们最初只是看着荧幕上的一排明暗条纹，如今却一路走到人类思想所能抵达的最深门槛之一。是否存在某种事物可以独立于观察而存在，而它的下方还藏着一个更深、庞福没有底的问题。3个世纪前，莱布尼兹就问过他，今天仍没有人回答。
为什么会有事物而不是虚无？为什么这里存在着一个宇宙供我们见证，而不是一个永恒、寂静、完整的虚空？后者本应更简单、更可能，而且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诚实的答案仍然是，我们不知道。既然已经走到这条路的尽头，我们能做的只剩下一件诚实的事，我们只能把几种可能性并排放在眼前，不替你仓促选择。因为走到最后，每一位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得亲自面对同一件事，那个仍没有答案的谜团。第一种可能性最简单，而且很可能是真的。现实从头到尾都是物质与物理关系，意识并非任何事物的根本，它是大脑极其复杂却仍属自然过程的产物。当大脑永久停止活动，意识也随之熄灭。宇宙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一丝一时的萌芽，却依然运作良好。没有宇宙见证者，没有永恒的观察者，数学背后也没有更深层的意义，只有庞大的机器，而我们只是其中转瞬即逝的存在，短暂的闪耀。追问为什么，终有一天会黯然失色。这幅景象冷峻，甚至令人心头一沉。这也是最节省假设的解释，而少做不必要的假设，向来是科学重视的美德。第二种可能性，则把整幅图完全翻转。意识并非由物质产生，物质在意识中产生。在这幅图景里，意识才是最底层的结构。原子、恒星、空间与时间都在其中呈现，就像梦里可以出现山河，而梦本身并不是泥土与石块堆成的。按照这种看法，宇宙的最深层更接近心灵。我们不是偶然产生意识的机器，而是意识之中呈现出机器模样的存在。它听起来非常神秘，却直接回应了物质论最难处理的疑问：为什么世界里会有任何主观体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胆，也最古老，存在一位永恒的观察者。它不是宇宙里另一个可以被找到的物体，不是方程式中的新力量，也不是望远镜中有一天能拍到的目标。物理计算不需要引入它，没有这项假设，方程式照样运作。但支持者会说，他回答的不是世界如何运转，而是更早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个世界，让方程式可以描述？那是一种从未开始也不会终结的意识。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永远被知晓，它终止无限倒退，不是因为另有谁在看着它，而是因为它本身不再需要另一位观察者。三条道路，三种答案，同一个宇宙，理论上或实物中，没有任何实验能够区分它们。这里也许是物理学暂时停步的地方，却是每个人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地方。或许量子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并非粒子行为异常，最终，宇宙迫使我们提出一个我们确信科学早已抛诸脑后的问题：观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拥有却无法解释的这种意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现实会以可被认知的形式存在？为什么它会因理解而从内部被照亮，而不是永远处于黑暗中，无人见证，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无论最后的答案来自物理学、哲学，还是对上帝的信仰，
有件事仍会在影片结束后留在你身边。宇宙中最深的奥秘或许并不隐藏在繁星之中，它可能不会隐藏在方程式中，也不会在最初的瞬间消失。答案也许离我们更近，或许正是此刻阅读这些文字时的这种意识。所以，在旅程结束以前，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间安静的实验室。屏障仍在那里，2道细缝仍在那里，荧幕上的亮点一颗接一颗出现，起初杂乱无章，最后却慢慢排列成波的条纹。100多年来，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图样都没有改变。它没有替神学背书，也没有把意识写进方程式，它只是迫使我们放弃一幅过于简单的现实图像。世界并不总像一堆带着固定性质的小石子，资讯可以比物体更重要，关系可以比位置更根本，可能性可以按照精确规律演化，而我们熟悉的确定世界，可能是量子系统与环境共同作用后浮现出的稳定表面。但就在物理学把这一切描述得愈来愈精密时，另一个谜团始终坐在我们身旁，那就是经验本身。你不只接受光线，也真的看见颜色；不只处理声波，也真的听见音乐；不只让神经元放电，也真切感受到回忆、恐惧、爱与时间的流逝。方程式可以描述讯号如何传递，却仍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讯号会从内部被感受到。也许未来的神经科学会解开它，也许物理学需要更深的新框架，也许我们今天使用的物质与意识，本来就是过于粗糙的分类。又或者，这个问题永远会比提出问题的人更大。因此，我们留给大家的不是一个假装确定的答案，而是那个引发一切至今仍保持开放的问题，那个此刻只能由你自己握住的问题。如果现实只有在被认知之后才成为现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在进行认知呢？